Double Leg 来了。哇，很快啊 X50。车身动态，你看左右的时候，多快它反应到。哇，这样。哇，那个啊，打了。Hello， 大家好，我是艾德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欢迎回到来 Part 2冲上云霄系列。如果还没看我的 Part 1的朋友们呢，我其实有试驾这辆2020年版本的 Honda Civic 1.5 TCP 啦。其实它跟小改款之前的话也没有什么差别啦，只是说它加了一个 Honda Lane Watch 啦、Honda Sensing 啦这些安全系统在上面啦哈。这辆车没有改装什么，它只是一个原装车，除了改上了 4Port 的 Brembo F50 卡钳呢，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的话呢，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上订阅，这样子的话，我更新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话不多说，我们上车 ，Let's go！ 不管是在欧洲也好，亚洲也好了，马来西亚也好啊，很多年轻人都很喜欢的原装车。除了加一个 FK8 Copy 的尾翼，还有车灯，原装的 TCP 会给一个18寸轮圈，配搭着 Michelin Pilot Sport 4的轮胎，235/40 ZR18 Brembo 4Port F50的卡钳呐。这个小改款的话，你会看到它的 Chrome 呢，已经不是 Chrome 了，已经变成一个亮的。Plastic exhaust 是 tip 而已啦，它没有加什么 Acabove 啊，只是一个盖子而已啦。上一个影片已经介绍这辆车啦，如果还没看的话呢，可以去看看。我们车上就会有3位人士啦。我们车主库，你好。我认识你转过去那边了。这样巧，我以为该飘到过来。没有把安全带乱飘。再多2个月可以试驾 F1 了咯。云顶啦，当然我先放一下底的感觉，看它爬坡哈，有 U 后 Assist 踩一点油。谢谢各位老板，走起。哦，它的 Double Leg 会在1700转的时候以下，那个没有什么力啊。一到了1700转以上的话呢，那个力水就来啊。所以你起步那刹那，你还是要踩着去给它。OK， 这辆车是很新啦，不到1万公里啦啊。它的 engine 是原装啊 ，L15B7 啊，1.5公升涡轮增压引擎，4缸啊。173 PS， 还有220牛顿米啊。这个动力数据你会在以前的 2.4 NA 里面会看到啊。但是它的这个扭力来得早了，1700转到5500转之内啊，你就会拥有了220牛顿米的这个动力啊。其实低压爬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还是喜欢用 S， 然后用 Pedal Shift， 这是我个人的这个喜好啊。因为觉得所有都是由你自己来操控啊。当然，它到了这个红线之前呢，这个肯定会帮你升档 ，CVT 嘛，它很少会给你 lock 着的。我目前是没有看过一辆 CVT 会帮你真的是fully manual 到完啊。Range Rover 我知道你很大辆，但是不要霸占那个马路嘞。哇，那个 PS4 真的是差很远，不是差别很大嘞。这车身动态哦，真的是原装来讲很好。这辆车是第一次上山哦。对，没有上过云顶。哇，那个 PS4 咬地到。然后这个卡钳 F50啊 ，4Port 好很多哦，星星大。哇，我不知道我跑多快啦，通常60以上都很快哦，这辆车。这个弯68。哇，68，快。哇，那个胎压哦，咬地。
当然它的那个悬吊很偏软啊，但是 OK， 它至少还可以过到这个弯。后面是multi-link，前面是 torsion beam。其实哦 ，Civic 是蛮容易驾的，其实你不会讲很难驾，所以 OK 啊，上山新手来讲 OK 的，但是它 PS4 啦，如果你不是 PS4 的话，我觉得不好乱来。那个轮胎是很重要的东西来的。听到 CVT 的声音了，喂，王哥，指路诶，不要吃出来。哇，那个车身动态，你看左右的时候多快，它反应到。它好像是我家的1.8的感觉也是差不多这样。当然哦，如果你们仔细看啊，1.8跟1.5的那个车身高度啊，原装你们两个停在一起啊，你会感觉到，不是感觉到，你简直是看到1.5公升的会低很多那个车。Camry， 嗨。迟一点我也会安排一个 Camry 的上山这款。啊，他帮我换牙，我不知道。那个轮胎还没有响的哦。但是 body roll 都已经很多一下了的。OK， 这里可以慢一点了。想问一下阿酷的感受，你会怎样？感觉怎么样？没有什么感受。没有什么感觉。只是这条路我没有跑过这样快罢了。哦，你没有跑过？哎，其实你有驾过，你都没有驾过这辆车上山吗？对吗？我驾过其他车上山。哦 ，OK， 习惯就好，习惯就好。在那几个弯，如果是空地的话，应该响到乱。工地会响。Michelin 有一个特别哦 ，PS4， 它不怎么爱响胎，但是它响胎的时候是代表它真的是很顶不顺，已经顶不顺了，已经是真的是很 over 了 ，over limit。很舒服一下，它车，它不会有像 FD 啊 ，FD 的比较挑一点，比较硬一点，因为后面是 double wishbone 嘛 FD。其实我很好奇啊，那些人加直路，sorry， 加直路哦，为什么要吃出来那个线呢？他们还不会好像不会保持在那个线里面啊？你看巴士啊，如果你看巴士啊，在 highway 它很少会吃出线的，巴士这样宽的车。这个 Hippo 厉害啊，会拿线啊，巴士厉害。我跟你讲，我以前做导游的，你看那些巴士司机上惯了的，一流。巴士也可以很快的嘞，我跟你讲。看他有没有力吧。Hino RN8，Scania 这跟
更给啊，给人家宇通的巴士啊，或者是那个像什么，还有什么 Man 啊，Mercedes-Benz 啊，一流啊那些，富硕啊，哇，有力。当然它不可能像我们车这样快啦，烧一个锅呢，烧一个什么80多都可以过一个弯，像刚刚这样68。Civic 跟X50的 drag 会怎样呢？你觉得0到100？安排。安排。Turbo lag 来了。哇，很快啊 X50。闪。嗨，又一辆 X50，又一辆 X70，哇，招该都还爱国。就好像今天我们在马路上看到 Camry、Hybrid 也是很多，Civic 其实真的超多了，我跟你讲。Mazda 就比较少见啦，Mazda 可见度啦。CX 啊，那么 Mazda 3啊。一路到这边好像没有看到 Civic。哦，是哈、哦。没有。因为我们可能这个时间不是 Civic 出来的时间。Civic 在上班了，Civic 晚上才出来的。Hey bro，Hey bro。动啊动啊 ！The fuck！ 哦，幸好有 4-port 刹车哦。完全没有看到。他买的是 low spec， 他没有那个盲点侦测。哎，真的是 double lag 哦，这时候。2000转，然后一下子他才来。可以做超跑哦，这个车。哇，已经是算蛮准一下，蛮准一下了。因为我有加 PS4， 我也是加 PS4 的235、415、R18，所以知道它的特性大概是在哪里啊。虽然我的车身重很多啊，这辆车应该没有错的话1200多 kg 嘛，1300还是1200啊？ 1300。我那辆是1500，所以哇，那个是重我的。这样4 Plus 会不会好一点 ？PS4S 啊，那个啊，更好。更贵。Bro， 啊 ，Thank you， 女孩子来的哦，叫上山哦。给你吓到了。这里要小心哦，这边那个路不蹦 ，OK， 有 adjustable 的话就不能乱来哟。不知道坐后面的感觉会怎么样啦？要问一下我的小。第一次坐后面上山。它的过，其实还可以。如果是没有绑安全带的话，是会咬啊，没有绑安全带我被顶下去了。哇 ，Thank you。他们上山很 chill 一下哦，真的是好像在看风景这样。哇，那个打到大陆哦。
它的胎压很软很精，很抓地。对对对，我喜欢 Michelin PS4 的感，就是这样。BSC 出来了，它真的哦 ，BSC 出来哦，胎压都还没有焦嘞。如果这个是 MC6 的话 ，MC6 会叫，但是 MC6 至少它的 grip 还是有的。有人跟我讲哦 ，CVT 哦，上山不要用 M， 你用 M 的话会过热。这样我想问一下，用 D 难道不会过热吗？它的 RPM 上下扑力都是开大开小的吗？不懂什么逻辑来的。我很喜欢它的 steering 哎，摆一点点罢了啊。所以你看我这个小弯，就是我的手只需要这样就够了。不用离开 steering， 我觉得很安全，这样的 design 很好驾。方向盘摆动不用很大，这是我个人很喜欢的。哇，这里干嘛呢？怎么倒下来啊？Civic BS 4x4 最近的事情 ，Civic 跟 Hilux。Hello， 单手加上云顶哦，厉害不？我都不能了。其实它的 CVT 声音哦会比较小的啦哦，没有讲很吵啦，至少会有声音啦，但是就至少不会比其他的那种哦来的大。那怎样知道这个 CVT 是不是 overheat？你要装一个表，最好是装一个表，因为它原装的会跟你讲的时候哦，已经是烧过头了。就我们这样子普通降价，我们但是 feel 不到的啦。我们是 feel 到的，如果你 feel 到你的牙箱开始懒散啊，不肯换牙，它就代表它已经在保护着牙箱了。好像 ECU 这样啦，如果你的 engine 的油温过高，它就会把我砍掉。就目前来讲还没有出现这样了。我相信是有130度了的啦，因为我之前加1.8的哦，因为他们有用 pedal shift 啊，只用 S 而我就上次上到顶的时候是130度。像我这个 pedal shift 你用下去应该更加少。应该有130度了啦。目前为止它还肯让你换牙，代表它的这个承受的范围啊是蛮高一些，还可以的。幸好云顶不长，不像你去乌鲁亚嘛、滴滴港啊那些就很长。暂时这辆车是 OK 啦，我们现在上到顶了啦。OK， 感觉怎么样 ？Civic 好不好驾？好驾。最近的时候我驾过 Mazda 3，然后那辆车也改了脚牙避震啊。当然我可以觉得 Mazda 3会过完会比较爽，因为它脚牙避震嘛，然后加上 Mazda 3其实没有这辆车长。其实这辆车你会注意看它尾巴是很长一下的哈。车身动态来讲啊 ，Mazda 3会比这个好一点。这辆车也是真的是很不错啊，我真的是很满意。最喜欢就是它的 steering， 摆一点点就可以了，所以基本上没有的嫌了的这辆车。你要嫌弃到什么呢？啊，车主什么东西好嫌弃？就是隔音而已咯。它隔音其实也不是讲很差啦，可以接受范围啦。刹车方面哦，这个车 4board 真的是很好，比原装好很多啊，真的是。千万不要去放那个 cover，caliper cover 啊。Hello。全部都是Honda哦，后面又来一个Honda，3个Honda，4个Honda，哇 ，The power of dreams！兰博基尼你在哪里？法拉利你在哪里 ？GTR 你在哪里 ？GTI 在哪里？高尔夫2在哪里？S3在哪里
GTR 在哪里？其实你改刹车是真的是对的，刹车很重要。PS4 有了吗？不用改了吗？轮胎跟刹车这两个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再来就是搞一点底盘的东西咯。如果你这辆车啦，你改到 Onwheel 220，200P 够用了，300P 哦，你上山变成了马力太过大，一直抓不到底啊。OK 啦，这次的体验就到此结束啊，非常喜欢 Civic 这个感觉，那个 steering 我很喜欢，这个是印象非常深刻的。OK， 示范给你们看啦，一圈粗一点就摆完了。如果你去尝试一下其他车，看2圈，可能1圈半，很神奇。OK， 非常感谢酷，谢谢你的车，终于给我们观众看了小改款的 Civic 上山了啦。我乐有没有晕车？没有。OK， 我让这辆车cool down一下。其实 PS4 不要当它是神这样子啊 ，PS4 在我们这种家用车真的是很不错的。如果你接受不了 PS4 的价钱，其实可以尝试一下 Continental MC6。我不是卖广告啊，我没有业配啊。其实我觉得 MC6 物有所值啦，价钱就在那边够用。其实比 PS4 差那一点点，就那一点点罢了。但是 PS4 比它贵个100块左右，你们可以去 survey 一下那个价钱啊哈。好吧 ，Civic 2020年 TCP。好了，各位哈，这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记得按赞、订阅、分享给你的朋友，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拜拜。